厕所台最良心剧集《超人与路易斯》第3季重磅回归。话不多说，我就再说一句啊，这制作水平放在隔壁闪电侠，至少也得是个大联动啊！我是瓜皮儿，《超人与路易斯》第3季前情提要。克拉克打败了寄生虫阿力，阻止了正反2个世界的毁灭。他重建了属于肯特一家的孤独堡垒，保留了母亲劳拉的储存水晶，将自己的家人再次介绍给了妈妈 Lois、Jordan and Jonathan。战后27天，斯莫维尔恢复了曾经的状态。拉纳正式接任镇长一位，为斯莫维尔的发展做着贡献，与即将离婚的凯尔保持着朋友关系，而钢人约翰也带着自己的女儿定居这颗星球，一切都在往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着。摩根虽然跑到异世界去拍拖了，但好哥哥还是为弟弟留下了不少好东西。超人和他的钢铁之躯闲下了空来，偶尔会来哥哥摩根的豪华别墅里一日游，怕只有路易斯才能承受住超人的全力一击。去年，约翰开始调查二重身的死亡真相。迪哥从天眼会带来的资料显示，二重身的死与国际帮头目布鲁诺有关，但这布鲁诺比高启强还要谨慎，这么多年来政府都没有找到他的把柄。路易斯最近就在协助调查此事，克拉克工作之余就带着乔丹溜溜弯，飞个几千公里有助于身体健康。乔丹对能力越来越熟练，却死活搞不过自己那幼稚老爹。借助孤独堡垒的全息影像，乔丹开始加强训练，渴望有朝一日能帮着父亲守护世界。乔纳森为了能顺利开上摩根叔叔送的2022款道奇霸王龙6.2升 V8 机械增压这台大野兽，他准备考驾照了。明天是他16岁的生日，已经到了美利坚法定考驾照的年纪。路易斯坐在副驾，简直身临其境啊！练车的时候，边上坐个老司机，这稳妥妥的压力怪呀。乔纳森今天练了个稀碎。约翰与国防部达成了合作，山姆现在是他家里的常客，他想给约翰找个离国防部近的房子，顺便把娜塔莉接到那边上军校，但约翰拒绝了，他只想让女儿过普通日子。在约翰原本的地球，山姆是他老丈人，于是乎这个贾老爷打算带着娜塔莉出去玩玩，女孩高高兴兴答应了，他自然希望有更多亲情。两人约好了晚上去看惊悚电影，正打算为小镇高中做报道的克拉克顺风耳听见了使命的召唤，他直接动身飞往了马来西亚。一栋摩天大楼上，起重机歪歪斜斜，马上要倒塌。超人赶到现场后，发现儿子也在，逆子自作主张搞起了电焊，却因为控温不当起了反效果，起重机瞬间断裂，砸的大楼损伤惨重。好在大超经验丰富，冷得呀痞，把屁股给儿子擦得干干净净啊！一顿美式教育是少不了的。乔丹这么做不仅有暴露身份的风险，还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。暴露身份这事儿，咱不行给孩子配一副近视眼镜吧？但适得其反却是乔丹最严重的问题。中二少年不受管教，总认为自己能独立。克拉克惩罚了他，以后没有自己的命令，绝对不能乱跑。随后他马上赶去高中做报道。拉纳发现学校里的墙发霉得很严重，镇政厅根本就没有修补的打算，这事儿够他忙活一阵子的。两人聊起路易斯，克拉克满是笑容，显然夫妻生活很和谐。而此时的路易斯借看病为由来到医院，想询问约翰二重身的妹妹几个问题。后面我们简称艾恩斯。一聊到艾恩斯，妹妹就一脸愤恨。他们家族都是从军的，却没想到哥哥干出了叛国的事儿。艾恩斯把科技和武器非法卖给了莱克斯·卢瑟以及国际帮，这让他们整个家族蒙羞。所以妹妹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他。本来是来调查的路易斯，却在体检中出现了异样，那些妇科问题总的来说像是怀孕了，需要进一步检查来确定。被克拉克教育了一顿，乔丹仍不忘找 Sarah 聊天。小伙子活脱脱一个恋爱脑啊！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还不忘买点土特产送礼，但两人现在是分手状态，这可给恋爱脑愁坏了。几条街外，电影院已经排起了长队。对于自己这个假外公，娜塔莉有些意外，他们的兴趣竟然差不多，一瞬间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地球。可惜山姆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作为国防部的老将军，受到军队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他总会把保家卫国放在第一位。山姆想拉拢娜塔莉去军校上学，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花骨朵啊！能改变世界的人，何必要屈居于斯莫维尔呢？这些话让女孩很难过，她本以为今晚会是亲自游的。回到家之后，脸色都黑了。约翰得知这事情的经过，脸色也是一黑呀。他打算找个机会跟山姆好好聊聊。肯特农场，克拉克正抱怨着乔丹不听话，并且拼命压制着自己的脾气，但他还是惦记着儿子的优点。见路易斯不怎么搭茬，克拉克有些纳闷，知道老婆有可能怀孕了，暖男马上就开始关心这儿关心那儿。How are you feeling?
Surprised, mainly. 要知道，能让路易斯怀孕是件很困难的事儿，克星人哪有那么容易百发百中啊？克拉克都搂住了她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他都会一直在的。温暖一下子冲散了路易斯的焦虑，没多久，恋爱脑就回家了。克拉克因为乔丹的实战经验不足，教育了他一顿；路易斯也因为乔纳森的驾驶经验不足，教育了他一顿。难兄难弟今天过着相似的生活，他们建议对方多听听爸妈的话，可到那节骨眼上，却谁也控制不了。明天就要考驾照了，乔丹打算陪哥哥突击训练一晚。约翰正给小伙子们准备生日礼物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。约翰的表情乐死个人呢，一副想要嘲笑却又得帮着出主意的模样。两人简直是损友了，个顶个的老顽童啊！于是乎，路易斯可能怀孕的消息同时被基友组和闺蜜组知道了。拉娜的表情也比肩汽车人，一会儿一个哭哭咔咔呀，都是当过妈的人。一想到会有个小婴儿诞生，慈母般的笑容就爬满了他们的脸颊。一大清早，路易斯就把儿子送去考试了，结果监考老师居然是乔纳森的校队教练。Coach Gaines, you work at the DMV? Imagine that. 可真是技多不压身呢。这一集不知道怎么了，是个人都在为表情包做贡献，吓得乔纳森赶紧开始操作。孩子顺利拿本，一家人激动的活蹦乱跳。乔纳森迫不及待的要把好消息告诉兄弟，而路易斯也开心的不行啊。乔纳森已经很多年没有给过自己拥抱了，他现在更加期待家里的新成员了。毕竟孩子还是小的时候可爱。今天是兄弟俩的16岁生日，亲朋好友都来肯特农场庆祝，因为各自有着心事，直接把克拉克给无视了。Oh, look, Sarah's here. Hey, John. 约翰警告山姆，不许干涉娜塔莉的生活，你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世界被毁灭的孩子去保护另一个世界，他现在最需要朋友和亲情。山姆昨晚说完就知道自己错了，他决定今天就给女孩道个歉。克里斯热情地递上了礼物，是个闹钟，提醒兄弟俩早睡早起。年龄这代沟比什么都难跨越。克里斯瞬间就感觉自己成老女人了。克拉克这边也在跟凯尔学烤肉，料理这东西最怕的就是改一下，那只会越弄越糟糕。见拉娜跟约翰聊得不亦乐乎，凯尔心里难免酸楚，他打算去厨房避一避，刚好在这遇到了同样 emo 的克里斯，这俩人合在一起那叫一个悲剧，一个没有社交，一个因为社交闹离婚。大人们举杯畅饮，吃着克拉克的黑暗料理，到底好不好吃，教练用一个动作诠释了答案。乔纳森则是给女朋友炫耀自己叔叔送的202款道奇霸王龙6.2升 V8 机械增压这台大野兽啊！大家一起 happy 到了下午，聚集在谷仓里观看兄弟俩的前情提要。通常看起这些回忆，做父母的心里都是百感交集，有开心有感动，都是因为幸福情绪作祟。恋爱脑这边惨炸了呀！最怕的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刚好看完你回头，谁有超人的电话呀？务必让他看紧点这孩子呀！播放到一半的时候，克拉克的顺风耳听见了使命的召唤，他立刻前往了大都会。此时街道上炸开了锅，原子人突然卷土重来，然后大都会就陷入到了恐慌之中。而对方突然拥有的超能力让克拉克眉头紧皱，大超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的袭击，他与美国队长的战斗一触即发。克拉克把原子人打出了闹市，远离百姓。超人要是动起手来，拆迁队都得琢磨一下该不该转行啊。原子人本来是个纳粹士兵，突然拥有了超人的力量。克拉克怀疑他遇到了什么麻烦，可对方并不想提及，只是说他们盯上我了。乔丹在家里听到了动静，他想起父亲的话，决定还是不掺和了。Hear something? Yep. Is it bad? Yep. Are you gonna fly off? No. 还是抓紧时间跟 Sarah 培养感情吧。超人这边一路干到天黑，他不想下狠手，只想帮助原子人解决问题。岂料对方被一梭子看不见的子弹击中，当场就嗝屁朝凉了。超人扫视了一下现场，没有发现任何踪迹。不远处，宇智波带土与他对视而立，无数个求救声也接踵而至。超人放过了带土，悬于城市上空寻找求救声来源，数量多到他根本处理不完，差点就把超人的 CPU 给干烧了。可没过几秒，求救声又全都消失了。等他回到刚刚的位置后，带土和原子人都不见了，广告牌上只留下一串字：自杀贫民窟。自杀贫民窟位于大都会南部，是个罪犯横行的地方。因为经济落后，民不聊生，这聚集着很多的恐怖罪犯。具体的我们留到片尾再说呀。这次的袭击让克拉克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回到宴会上，
前任镇长乔治不请自来，他要求拉娜把款项还回去。因为学校墙皮发霉的事儿，拉娜挪用了一笔资金来维修，乔治却说这笔资金有大用处，绝对不能动。可具体干什么用的他也不说，甚至都不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健康，说发霉不会影响他们的成长。拉娜直接拒绝了，这惹得乔治大怒啊！好在附近全是自己的朋友，约翰直接把他给赶走了。山姆端了2份蛋糕来找娜塔莉求和，清楚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，他是真心想和娜塔莉建立友谊，至少让这孩子对新世界有些期盼。老头子的夏威夷 T 恤让兄弟俩嫌弃的要死，中二少年对一切都摆出无所谓的姿态，让克拉克他们逮住了嘲笑的机会。This is cool.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birthday. It was a lot of fun. 男大不中留了，老大天天惦记着2022款道奇霸王龙6.2升 V8 机械增压大野兽，老二天天惦记着2022年和他分手的前女友啊，连克拉克都想再要一个孩子了。就这样，夫妻俩前往豪华别墅一日游啊。第二天，凯尔和克里斯在同一个床上苏醒。说句不好听的，狗还是改不了吃屎啊！不可否认，凯尔是个好人，是个爷们儿，但他真不是个好丈夫。喝醉酒永远都不是犯错的借口，这也注定他永远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。拉娜来找了他，克里斯躲在了一旁。离婚协议拉娜签完了，从此大家就是朋友了。而路易斯调查后发现，原子人得了脑瘤，没几天活头了。出于人道主义，监狱把他给放出来了。但那是3个月前的事儿，他的超能力怎么来的不得而知。这时，路易斯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医生告诉他没怀孕，但查出了些别的问题，希望路易斯亲自来一趟，情况很严重啊。大都会的一个破旧地铁站里，宇智波带土把原子人送到了这里。国际帮首领布鲁诺正式现身，在他的要求下，医生将2种液体混合注入了原子人体内，医学奇迹死而复生啊，还是超路的一贯水平啊。原本的乔纳森演员在剧中非常讨喜，但这个靠谱的哥哥退出了剧组，有人说他存在心理健康问题，但具体的不得而知。新演员凭借1集还看不出优缺点，只能往后再观察观察。另外，孤独堡垒里出现了几个超人的经典对手。DC 版的金刚泰坦是宇宙辐射下的实验产物，因为双眼能射出克星光线，让超人吃了不少苦头。最终，克拉克把他送到了史前时代，当一个无忧无虑的猿猴，下一个原子骷髅。原本是星辰实验室的天才科学家，他患有一种癫痫引起的特殊疾病，为了治病，他开始跟大都会的犯罪团伙骷髅帮合作，却误入歧途，变成了反派原子骷髅。首次登场于超人 V1漫画303期。宇智波带土原名拟生慈，设定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，专门迫害没有超能力的英雄。拟生慈一直没有真实姓名，只知道他有妻子有儿子，但剧中这个宇智波带土明显是个女人呢。宇智波带土留言的自杀贫民窟可以说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，放在哥谭市最多是个小地方，但和平每一天的大都会跟他就反差了呀。自杀贫民窟的灵感来源是漫画家杰克·科比凭借着真实经历创造的，对应了早年的纽约某地啊。杰克·科比参与了大量的漫画制作，并且与斯坦利老爷子搭档，塑造了美国队长、钢铁侠、复联、雷神等一众角色。美剧《神盾局特工》也是按照他的剧本改编的。布鲁诺，我们在上一季已经讲过了，有人信奉耶稣，也有人信奉佛祖，但布鲁诺只信奉达克赛德。他在无赖帮的黑亚当里被巨石强森暴揍过。第3季一直有消息说莱秃即将登场，而本集中艾恩斯的妹妹刚好提到了他。By selling tech and weapons to like Lex Luthor.and Bruno Mannheim. 对这部剧的制作水平我是放心的，而且第1季的导演是汤姆·加瓦纳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威尔斯博士。他最早指导过《超人与路易斯》第1季的结局，已经不是稀客了。博士是懂粉丝的，这一集的笑点也是颇多。又到了每周连续追剧的日子了，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了。